嘿，欢迎来到丰盛耳闻。现在来开始领取好运哦。好，今天所要领取的好运是，你最近呢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子，很奇怪的想法会从你脑海里出来后，然后这个想法呢可能会帮助你的课业上面会有一个提出很好的一个企划啊，或是对组员会提出一个很好的 idea， 然后在工作上呢也会提出一个蛮好的方案，还是会想做一个全新的 case 或是一个新的企划哈，这个灵感会突然一闪，也不是说一闪而过啦，就灵光乍现在你的脑海里哈，前所未有的一个灵感吧，好好珍惜，好好使用这个灵感。那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领取好运，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频道的影片很重要，谢谢你。来，今天的3张牌的选择哈，1、2、3哈，你可以仔细看看哪一张对你现在的心情或者心境有非常吻合，然后凭直觉，你也可以以个人的喜好来做选择哈，不要想太多。如果你需要再看仔细、再看久一点的话，你可以先按暂停哈。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咯。来，现在是选择1号的朋友哈，这边左边会有3个每一个部分3个段落的内容的文字说明哈，你可以选择你想听的内容，或是你想重复看的话，你可以直接再从影片下面的内容连接里面再点哈，时间点、时间戳记里面都有注记哈，你可以直接再选。来，我们来看1号的朋友哦，忘了讲题目，今天的题目是你们的心有多近？好，你们的心有多近呢？来看一下哈，今天这题目蛮有趣的哈。这是一个比较温馨的题目啦，并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况发生呢。来，再翻一张哈。目前看起来 OK， 其实你们的心现在，你们的感觉其实现在是算是在一个停滞期啦，但是有慢慢的建构，慢慢的心有越来越近的一个趋势哈。我们就帮你找一个中间值的牌来看看是什么哈。OK， 中间会有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跳跃哈，带到中间的应该说该怎么来取舍这个距离哈？也就是说，你可能开始觉得你跟他很接近的时候，很相近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我们预测的终点啦。那如果是所谓的中间的时候，就会你会感觉到有一个突然突飞猛进，感觉两个人关系突然变得比较接近，突然变得比较总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哈，那就是中段有那个愚人牌出现的时候，愚人牌的力量，愚人带来一个风啊、水啊、水星啊什么各种力量哦，还有卡马拉树最顶端那些阳光芒的东西都开始照射，都开始发火也威力了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往前面开始突飞猛进，变得比较好。那我来看一下前面中段的时候还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也有可能是前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让关系更加密切哈。不过整个趋势是你们有越来越好啦，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接近哈。目前看到的是会有一个感受上的彻底改观哈，可能是发现一些什么好事吧哈。这张牌我并不会解释什么坏事，我只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以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因为趋势上它是会越来越近的嘛，所以这张牌出现的时候，表示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或一个突破性的事件，让整个关系突然往前走了，被推动了。也许好事，也许坏事都 OK， 可是两个人的感情突然的紧密起来了。对，你们突然觉得彼此好像比很多事情都更重要了。那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不是那么乐观开心的事情啦。但是我又从这里跟这里仔细看到的一个讯号，又觉得说，好像是某一种需要交换的能量，是你可能本身身上一些你喜欢，打个比方，就可能你原本喜欢的人事物、事情、物品，
然后你付出之后交换而来那个付出会让你有一点心疼然后交换而来，然后才会交换而来，然后让你得到一个全新的东西，或是原本你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你要拿出一点，会有一些付出啦。然后这个决定是你经过了深思熟虑、绞尽脑汁或是痛苦挣扎之后做的决定，但你会做然后这个部分也带了很多的牺牲感，因为这个吊人牌在这里吊人到愚人有一种整个气场是反过来走的，也就是说你会回想很多。你会反省很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会做了这个取舍之后，你的人啊各方面或是整个关系，也有可能是你跟他的关系因为某些决定有了一个新的进展。总之呢，我感觉上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啦。然后这个事情呢，因为你做了决定之后，让你跟他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打个比方，也有可能是他可能要去别的地方念书，然后你也可以选择跟过去，但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但你后来选择跟过去了，大概是这样子的比喻但不是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多类似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的关系更紧密了。因为愚人牌在中间出现的时候，它有一种创新、全新出而复，就全部都是从零开始的一种讯号，所以表示你要进入愚人牌之前，你必须舍弃很多你原本自己身上的东西，才可以进入再跟他更亲近关系。所以你可能为了要跟他更接近，或是你们的关系要更接近的话，我觉得你跟他可能都有一些取舍有一些牺牲、一些取舍，才走到更好的地步。因为最后是一种慢慢建立起好的关系，慢慢建筑起好的关系的一种状态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关系变更紧密的，并不是不劳而获的啦，而是有两个人有积极的付出有点痛苦挣扎的付出之后所获得到的一个很好的报酬或是一个很好的收获。的确，他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我总觉得，我总觉得，你们的心啊，你们的心会越来越靠近，可是可能是有一种，因为你们两个一起共同努力了一些事情，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彼此分担了一些事情，然后一些挣扎，一些小小的意见不合，但是后来都还是解决了然后，因为它这个牌是出现在这个位置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譬如说没办法。听到别人的谏言啊，然后跟很多人发生了争执，然后自己内心很多挣扎，然后却觉得很多生活上很多事情感觉负担很大，然后你很想离开现在的局面，然后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最后变成这个时候，反而觉得其实没有，这都是因为你们要一起度过一些关卡，因为这两个能量这样子跳跃的时候，中间就是一个难关，或是很多的问题解决之后的收获啦。我相信这比较像是，它很像是你的伴侣，或是你的同伴，或是你一起努力的伙伴，然后让你们两个人关系越来越近，感情也越来越好。从目前这样看起来，这段关系要变得更好，其实你们中间要一起共同面对，跟一起共同努力，很多事情才会拥有的。如果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放着不面对的话，其实只有两个人就只会共同更越来越疏远了。但是因为在这个星星牌在这里它躲在一个很隐晦的位置，它不是就是说水上水下嘛，它这个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心底的愿望躲在一个比较难找到的深海里深水里面一个愿望掉下去，但是它并没有消失，你们必须要去把它找出来。它会在一个比较你们不想触碰的位置，比较有点遗忘的位置就是
有点像是被遗忘的初衷这个感觉哈，就是你们两个关系其实有一个核心价值，或是有一个中心思想。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或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特别开心？有时候会突然忘记了那一个开心，哦，因为遇到了很多要解决的事情、要烦恼的事情。因为这里的火能量哈、水能量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因为它这里的风水火的能量都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哈，所以它这些东西会让你们的相处各方面会因为很多的问题发生而让注意力失焦，而忘记了两个人本来见面在一起相处会忘记珍惜彼此的存在，忘记珍惜彼此本来友好的地方，而且忘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都在 focus 在一些很艰难的问题上面。但是好消息是，你们会度过，但是只是缺少了很多的提醒。这个时候，星星牌一直在告诉我说，这个经验很珍贵，但是不要因为太难受或者是太难解决、太难面对然后把一些不满都发泄在彼此身上应该是要这里看起来是你必须要手牵手、携手去共同面对很多的事情，无论你是什么，是朋友关系啊、伴侣关系啊，还是什么的任何关系，记得一个相伴的感觉跟一个同伴的感觉、伙伴的感觉在这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立这关系的一个支架不过必须提醒你们已经开始忘记了彼此的好那感情是本来就不远啦，但是现在是有点比较开始拉开距离但渐渐的，因为这些事情才会开始拉近，但必须要一起度过很多这些事情我再来翻翻其他的，看一下得了6的话，这个我看一下，还有一些东西想看整个爬升的一个总结是还不错，我觉得你们你们对彼此的那个内在心情、心事、心绪都还是牵连的蛮强而有力的都还是有一种对彼此有蛮大的信任，而且彼此对互相有一种依赖的互助感都还在所以不会抛下彼此无论什么关系，我在讲是无论什么关系，因为脑袋并没有预设是哪一种关系我们心里的重要性已经有一种定义了，一个基本的定义了，彼此不会抛下彼此因为有一些然后站在一个蛮稳固的基础上，而且很原始、很 pure， 还没有变得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基础上往下进行这里有看到说，无论前面有告诉我，前面你们有些难关度过的非常快，反而是愚人牌之后就是你突然觉得你们关系变紧密之后，你们才会开始在遇到比较难的问题。可是那个难的问题，反而有更大的收获、更好的收获在等着你们，而且很值得你们去努力面对。那这个收获可能一定是包括在你们的关系，或是你们的心更近了。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物质的东西，还有彼此对彼此位置啊、心底位置的一个认可跟提高总之，它这个以今天的题目心来说，心是会越来越靠近，没错，而且还有附带很多东西，关系上也会越来越接近而且你们两个各方面物质啊、生活面的关系也有些微的提高而且两个人会达成一个蛮好的共识，会变成从伴侣会变成一种携手共同进行的概念，算是一种进阶从同伴把伙伴变成一种携手共同前进的概念。没错其实这张牌已经让我看到，这张牌到这里已经让我看到恋人牌的一个初始状态了，就是你们两个其实从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或是认识的时候就一直非常有默契，觉得很
相处在一起也很舒服或什么的。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心静不静，我觉得已经比我想象中的静很多了。然后只是今天这部牌在提醒了好多事情，在说有些难关或是有些事情会打乱了你们的关系，很有可能让你们的心或是关系有点分离。但是如果你今天再来看这张牌，它就是在告诉你说，要小心哈，维持你们的彼此的信任感会比很多事情再更重要。好，这里其实这里这个牌出现在最后的时候，来看一下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是图像的牌出现在这边，对人是比较安心的一个走向，但是我觉得它的力量不够强。在最后我觉得它应该至少要出现到5啊6以上的数字，我才会觉得比较安心、比较顺的一个发展。我先看一下到这里，到这个位置是，先看我留在。总之先提醒一下，好像这些记得有时候你感觉到困难的时候，要请一些比你有智慧的人、比你聪明的人或者什么，要问一下别人不要自己一个人困在那边，问一些长者或是你心目中觉得比你有智慧的人要解答因为你们后面有些困难，遇到一些难题，其实你自己的能力可能没办法负荷无论是技术上啊、经验上啊、自我理解上，或是成熟度上，好像后面有些问题是你没办法思考成功的，所以要找一些人帮忙比较有智慧的人帮忙而且也有告诉你们说，这个部分需要听很多人的建议，或是把别人的建议听进去你先听，认真听，然后再去做一个筛选，可是要仔细听很重要在后面要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然后分享经验也很重要。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它里面也是多着一个塔牌、魔牌、感官神。不过还好了，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土星、木星、土星，对，木星的一个能量在这里转的话，表示说，从这里开始，这里还有一个闸口又出现也就是说，从你们这里到了这里之后，其实有一个全新的局面又在过去。也就是说，这可能如果要分段，或者1、2，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第3段蛮好的而且是我看一下是走向更好的物质追求，更好的。可是难题也会再提高一点点，会有新的挑战，可是整个收获各方面都会有，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新的通关口出现了，在扬升，就是说它如果一个重来，它又要再重，就是说这个头要接在这里，要再重新再一个新的旅程要重新开始，可是不是这个了就是有新的，那这当成一个新的头也就是说你们会关系会慢慢的进化，并不会停滞，这里没有特别要去要求你们停止关系，或是已经暗示说你们关系已经到顶了，没有这个讯号反而是有一个关系越来越好，只不过伴随着许多的挑战就对了。我再看一下里面，其实因为它这里还是土能量还蛮多的啦，那个金币皇后啊，金币皇后下带了一些什么钱币2啊，这些东西都有在这里跑。也就是说，后面其实如果你们能一携手走到这里的话，其实一切就已经稳定了，连关系各方关系只要稳定，心就静了啦。毕竟有很多的一起共同的经验，很难以割舍。等你看2张，还有牌可以看看一下这个位置。OK， 突然就都给火能量的，它这里比较像是突然这里点起火了，过这难关之后，这里的火能量上扬了就确实说，有一点像是对未来的新的阶段的时候，已经在重新加注了马力，而且这个火力跟这个动能比前面的再更好，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当你度过了这里的时候，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们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整个情况会更好，你们的能力会更好，整个基础更稳定。然后你们能面对的事情更好，你们更成熟，关系也更紧密，能够互相帮忙的事情也越多。也因为你们求助了蛮多人的帮忙、智慧的人，你们也结交了一些蛮不错的人之后，然后在一起进到下一阶段之后，其实难度虽然增高了，可是你们能力各方面都变强了，所以你们处理起来已经没有前面这么困难了
但是不要忘了，你们两个是共同的伙伴，一起度过才是最好的选择哈，不要抛下彼此哈，或是不要厌倦彼此。这里有这样学习。好，我来看第二个部分哈。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来做能量的检测。来帮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能量的检测哈，而不是做这个整个事情趋势的发展。能量的检测的话，好，从这里，好，好，看一下，跟他好了。哦，内在能量都。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跟吸引力其实都还不错了哈。其实你们两个彼此是有互相牵引着的哈，而且内在的热情其实也都没有很消减哈，所以你们真的算是不错的伙伴，可以一起携手往下走了。那我跳出来，因为其实这个无论是朋友或什么，都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啦。然后你们的关系如果这里跳出了一个命运的话，表示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有一种加速。关系是有加速，变得比较融洽，比较合适的能量是有出现哈，并没有拉开距离。它这个能量并没有让你们两个越走越远，反而是有走越来越近，然后还加速，还有一些加速的能量在里面。虽然你们两个的相处，两个的能量会碰撞出很多的火花哈，然后它会引来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可是这好像是注定你们必须要靠这个样子的方式来提升两个人的关系。这是内心哦。其实两个人的个性都还蛮像的耶，都算是一种对于分析思考、追求某些理智的东西都还蛮追求的哦。也不算是一个都不算是一个情感会比较快速宣泄。好，也是，看剑的能量也在台座，然后难得出现一些水能量，难得出现的水能量却是战车牌。战车牌它其实有一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英勇去追求胜利，很幽默，可是他内心是算是一种在有一个不软弱的心，有一个敏感的心，有一个水的能量，有一个受伤的心被保护在盔甲下面的哈。然后你分不清楚他到底。他外表所表现出来的到底是 A 还是 B 或者 A 还是 B 还有 A 哪个方向什么看不出来，所以他表示是，我就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自我武装的讯息在这里哈。所以对方其实比你在更故作坚强一点啦，而你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在跟他追求一些事情的真理啊、真相或是分析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更温和一点，因为你的水能量不够多哈，少很多。一整个上面那一副牌也是水能量，都是属于一种，要倒进来，却没有人要接住那个水的水能量，在上一副牌一直都有，所以我一直都感觉到风的能量都太强哈。然后到这副牌的时候，我是有看到火的能量，可是火的能量被风的能量吹得乱七八糟的，也就是说，你们俩的关系并不是使用一个共同的火把，而是各自拿着自己的火把来前进，然后来面对对方。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各方面都是很独立各个，然后自己也非常自我。所以我觉得建议你们两个在沟通上面的时候，不要一昧的追求真相、真理跟答案，而是要更多的倾听、接受对方的不同的意见，才能够让两个人的相处再更好，关系才会更近哦。哈，如果对方还没有做到这一件事情，你可以先做，对方就会慢慢的体会到你在做这件事情，他也会学习。当两个人彼此是互相在乎的时候，一个人为自己做的事情被自己发现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个心被启迪、被启蒙，说我认可这个好事，所以我也要跟他一样做到。这就是一个在乎对方的一个正常健康的思维哦。好，再来看看，的确是你们的核心概念，其实追求的一个思维的方向啊，都是很接近的。你们内在的心境其实还蛮像的耶，你们算是一种雷同，内在心境都是很接近
的人哈，结果你们把水能量都藏在想象中、幻想中了，然后对于自己做的事情都比较保守，太奇怪了，你们应该要再更表达，应该要更表达更多情感面的事情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不要保守收起来，把情感面的东西都收起来。因为你们内在所想要的那一个目标跟快乐的感觉、喜悦的感觉很雷同，而且很相像。那你们又有很多的目标、很多的梦想，想要一起做。你们就是彼此的伙伴，而且你们也愿意把这个快乐跟喜悦是分享给彼此的。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自己的情感也一起分享出来呢？好，不要只把想法分享出来，情绪、精神面的那个东西不是想法，那个是一个情感，那个你也要分享出来。好，再看看对方，不行，这样子不公平。你们两个真的是很，我觉得两个都是，我觉得两个的心要更竞争的，需要更多的水能量，更多的倾诉。彼此的想法，更多的情感的交换，这里都没有那个情感交换的讯号，只有这里只有一点点。可是都是因为我翻牌的时候，我是处于一种有什么我没发现的内在心事，翻出来的时候就是才开始有水能量了，表示你们都把一些该表达的情感都藏在下面了，才会造成你们的心境或各方面其实造成比较遥远的。有距离的感觉，因为你们都比较相信理智，比较相信实物、实做、实物、务实，你们都比较务实，然后好像也掺了一点救世主情节，就是都是为了别人什么，我只要为了别人做好，别人就能体会到。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要把它说出来，要把文字啊、情感输出于口语、文字去表达出来，用这种具体的东西去表达出来，让对方接受到哈。然后我看到你其实是一个感受力比他强的人哈，他比较莽撞，他比较靠眼睛前面的，他比较靠方向感来做事情，但是你比较靠触感来做事情，所以你应该多先表达出来，让他体会到，也让他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这个恶魔牌来做基底的话，其实你比他有更多的感触，但是你又被很多的风能量阻挡住了，表达也跟他一样。不知道是你被他影响还是什么，因为你有一些能量跟他些微的不同，但是你又跟他很像，让我不得不想说你可能是被他影响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你在某个最基底，你跟他比起来的话，你确实比他有更多的感受上的思维。你要表达出来，你先表达出来，他可能才会知道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好了，他就会跟进了，坚强。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第三就是其他塔罗牌的想法哈。好，其他塔罗牌的想法的话，用这个牌，好。我翻这牌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翻看它有什么讯息是我刚刚没有读到的。好，再来看看别张。好，这里就已经有一些，他有一点想说叫你们浪漫一点对于情感表达的东西再浪漫一点然后把物质啊，或是你们原本对于生活实际面生活的享受的那一面，再想的简单一点。现在你们都太专注于想一些理智面的东西啦，情感面、感性面的东西都太少了。然后这里突然丢出一个圣杯骑士，突然把整个浪漫的讯号加重到最高点，希望你们能够注重这两个人关系的浪漫跟情绪的分享、情感的分享这个牌出现，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share， 能够分享，好好的分享彼此的愿望啊、愿景啊、喜欢的东西啊。但是我必须说，你们分享不是说，我喜欢吃麦当劳，就说我喜欢吃麦当劳。你要把为什么麦当劳带给你的好、带给你的舒适感，也要一并讲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只讲说我喜欢麦当劳，那就是比较物质面，就是我只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告诉他说你为什么喜欢麦当劳，因为它能带给你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很疗愈的感觉，这就是精神面的。有的时候我们分享给对方这样的东西，一定要两个东西一起拿出来，才会达到一个平衡，对方能够接受的讯息才会比较完整大部分的人都缺少了这样子的层次的分类啦。
所以我们的表达都出现了很多小小的问题。开始丢了4张牌，那我就直接看这4张牌。5的是还好思维讯息 4。我得到的讯息是希望你们不要太过于享受去思考理智的东西。也许你们两个本来就是这种人，比较偏向于思考理智的人，但是因为你们过度于享受于思考理智面的东西，就是事情都比较用一些数理啊、逻辑啊、排列组合的方式去想东西。虽然你们思维感觉上是很享受的，但是你们缺少的是一个交流的感觉，把整个关系弄得太理智了，整个关系都只是一种判断、判别跟感觉逻辑是有些东西是要靠直觉、精神面的情愫感觉的。整副牌翻下来，翻到这里，还在整个牌面还在提醒这一件事情：感情的表达、感情的付出、感情的交流，不要。这个怎么解释？譬如说，我刚刚讲麦当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吃麦当劳让我感觉到很疗愈，然后很舒适、很舒压。这个时候不要用理智的方式在问说为什么、怎么样疗愈的方法，为什么会感觉，为什么会疗愈？不要用这种理智的方法再去思辨一个情感面的东西，就只是一个感受的分享就好了，然后做交换哈，不要把东西把它剖成是需要拿菜刀切的一块块的把它砍清楚。没有情感面、精神面的东西，就是一个情感的交换。感受的交换就可以了哈，因为它会在你的内在、在内心会慢慢的消化之后，会挥发成另外一种情感的升华，然后会触发一种别的情感的表达哈。当你开始了解到原来麦当劳吃个东西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舒适、很舒压的时候，你在心里接收到这个讯息后，你以后再去感受到别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去海边是为了休息，我去哪里是为了舒适，而不是只是以为我自己工作完了我需要去海边。你忘了那个层次了哈，所以这种情感的交流跟这种交换才会告诉你更多的情感上的层次，你也会学会怎么去表达情感上的一些层次。看一下，一样了，是又出来了，这上一组就出现了，它也是比较就是说，需要你把一些感官，其实这两个是相似的哈，这是比较物质的感官，这是情感面感官，但是同时出现了对人的组合，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感受都表达出来，喜悦表达出来哈，悲伤表达出来哈，好恶表达出来哈，然后不分析我们就表达出来，尽量用一种浪漫的、浮华的、比较感性的方式分享出来哈，才可以补起来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这一块哦。好，那你们关系要在更近的时候，当你们这一块补起来了，你们的关系会比第一副牌排列出来的那个距离会再有一种成趴数的加倍，然后会有一种新的 buff 起来哈。因为第一副牌并没有讲到这么多感性的面，因为到后面我们做你的能量分析，或者在翻塔罗牌也可以看到说，你们缺少的其实是一个水能量的交换哈。好，大致就是这样。好，希望选到1的朋友，你能够看懂或是听懂我听清楚，不知道，反正就是能够听到我对牌面上象征的诠释。希望你能够接收到，也能够提供你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者想不到什么选择的时候，能提供你更多的选择，以及在很难选择的时候，给你一些方针，给你一些小小的智慧，让你能够做好决定。好，如果你喜欢呢，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来，现在是选到2的朋友哈，然后左边会有3个分段的说明哈，你可以照你想要看的部分，或是你想重看，你可以去下面看那个时间标签来做哈。我们来抽第2组朋友，好。这里好，因为的关系，我觉得算近，而且你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想要跟他很接近的一个思维在耶，好像你愿意突破各种难关，要跟他思维很近，而且他对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度的感受上的牵引哦，你很难抗拒哈。好，这中间是这样。我相信你们两个有非常好的接触过，两个很好的
就是交谈会互动过，然后让你深刻的觉得内在，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很近的啦，因为这个牌造成了一个蛮稳定的一个交叉心的距离目前是在一个很好的紧密状态也不能说近，也没有说远，因为看到一个很好的连接，抓得很紧然后这个捆绑起来的那个绳索并没有任何的弹性空间是拉缩短，就是已经拉得很紧了，并没有要放松或再更拉紧，拉近或再更放松放更远的这个讯息，我真的没有看到的那个线没有这个讯号。还有在好OK。整个趋势是有越来越好，而且能量非常充足而且完全是到后面会有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进化。前期的话，我觉得你自己的事比较多了它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用一个虚拟的感受，它其实就是一个遥远吸引你的一个诱惑力，而且它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你就会自己靠近来了。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就是更紧密的。你要缩短这个关系，或者再更近的话，就看你有没有要主动在做更多的事情了。然后里面的牌有告诉我说，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加分的效果，而且是比你想象中加分的更多，而且圆满的结果也会更多。而且你们的关系已经有到了一个需要进化的阶段，因为有些情况有点僵持住到了尾声，因为号码已经都走到9啊10了。只是说有一些火能量突然出现，还有一些风能量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风正在往这里吹，也就是说，这个僵持的关系，僵持的关系也不会说僵持啦，就这个稳定的关系，其实有很多欲望吧，有很多想法正在想要让它进阶。然后是有看到会进阶的契机啦，可是蛮小的，都好像都风能量很多不过我看到了好几个你们两个关系进阶的一个点啦，有轮转的东西，有一个转动的，有新的驱动力，再让你们的关系再更进阶，再让你们的心会，如果以心来做这个题目的话，其实也可以讲到关系啦，就是你们的心会有一个更近的加速的。以现在来说，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在加，可是以牌翻出来的时候，发现说它有好几个事件点会让你们的关系更紧密就是近期会有2、3个事件点会让你们的关系更紧密，心会更近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什么事情或邀约可以跟他更近啊，跟他一起出去啊，或者什么跟他可以一起去玩的话，记得勇于参与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判断都不是水的，也不是火的，都是一些风的。就是说，当一些事情来了，你就跟着走就好了把自己的身段放少一点，身段放轻一点，跟着那个风一起飘着，顺着它的方向走，顺着它的行程走，顺着它的走向跟着走的话，你们关系就会近一点。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不要有太多的意见，不要太多的干扰你只要顺着跟着他走的话，你跟他的关系确实会变得比较近一点然后到了后面有一个完整的翻篇的情况有出现6+6+4，对，因为我在后面看到一些远景看到一些新的展望，我看到你们一个新的关系在一个新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已经后面有一些画面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位置了，然后这里的能量都没有什么阻碍，这里没有什么阻碍，就是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徐徐的风把你们吹过去，可是牌面上的风比我想象中的又更强，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才会说你不要
做太多的想法或什么，你就让自己像是一个叶子或是一个羽毛，被风吹到他那里去就好了。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最近如果有什么邀约，他邀你啊，或者朋友一起约有他，你就跟着去你就跟着去，跟着一起去活动，你们的关系会在很多小小的事件里，或小小的一些契机点，或小小的一些小奇怪的情境里面，你们两个关系会更近尤其命运之人在这里出现了，它也带来很多变数跟一个很强的我的意念的驱动力和这个题目的驱动力，它在那边转整个加速有点像是坐着一个热气球，有风有火然后火跟风突然都加大，热气球就上升比较快，然后又有外来的风吹着热气球，所以那个热气球漂移的速度也变加快热气球所以它整个就变成是你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过去跟他的关系紧密，原来是被动的然后会带着本来就已经蛮好的两个人蛮好的关系，然后在某些契机点就升华了。不是升华啦，升华是一个整个转变，不能说升华就是进阶进了几步阶这样。有总算水温了没有转？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整个能量底下有一些情感的流动两个人是无意识的被某种情感的流动牵引着，会发生一些事情啦。你可以期待的，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水能量在底下跑所以这个水能量跟风能量推着你的身体，推着你的人，可是底下是一种精神面的、意识面的一种你没办法看到的意识面的东西在拉着你们两个发生一些事件，然后越来越靠近那些事件都会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都会有别人或是一个团体里发生一些事件。你们两个个人独处发生的事件的机会，我没有看到特别大，我一直觉得是在很多人或是有别人在的时候发生一些很特别的两个人的交流。两个人个人的，我看一下。没有，我就觉得两个人的没有太多，因为我觉得附近的干扰太多了不过这里有再说一个，就是看一下这里的话，这里星星牌在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告诉我说，你个人的意念跟个人的想法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大声，可以不用表达那么大声。现在很适合，反正现在就是比较适合顺着走，顺着这整个风走。你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意见，你先放小一点你先让自己比较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概念去处理这个关系，慢慢的接近它之后再看因为你现在希望你们的心再更靠近的话，其实你就顺着这个局势慢慢走，你们的心会自然而然的靠近因为这个星星牌如果是在这里出现，不是在这里出现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星星跟这个愿望的光亮是不够的，很暗的不够，但是有，可是它代表是你自己个人心里的一些渴望跟欲望，跟你希望你们彼此关系要进展到什么地方。可是现在这个意念跟这个愿望起不了作用，所以我才希望你先缩小因为缩小才可以换来一些惊喜啦。这个位置就是希望你缩小，然后有一些惊喜啦。那些惊喜就是需要你把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欲求缩小之后，才能够不期而遇。是上升到这里，好。这个也像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有些邀约，记得去让其他人带着你走主动去邀约他。我这边没有看到这个讯息，我觉得你要用一种被动等待的契机靠近他。如果你身边没有这些活动，没有这些人的话，我觉得用暗示的好了，暗示的好像也有可能，但是效果没有很好。反正这个情况就是在关系要进展要一点被动这里我看一下这里突然告诉我说，你可以邀约他，但是要有一点聪明不要太鲁莽，要先察言观色更多之后，再想想怎么邀约他出去
因为他现在这整个能量哈，因为他在告诉我说，你需要顺着这个能量去才能够接近他的时候，你的各种决定、各种的主动会影响这个风势的流动，所以他说叫你先不要做任何事情，跟着这个走比较好。所以他这里出现的时候，因为我的想法是说，那如果我们主动的话怎么办？他这里出现，其实就告诉你说，你真的要非常聪明、非常小心的去邀约哈，要想得很清楚再去邀约，因为可能会打乱了这整个局势的流动哦。我倒是觉得真的先不要了哈，先不要急，直落到这里直冲 ，OK， 对，3张牌都没有在鼓励主动啦，因为它其中都有一些小小的陷阱。它这种有一种表面的主动，可是其中都带了更多的风险，风险就提高了。你不动风险就没有很高，但是如果你动风险就提高了。这里就有这个讯息，因为我刚刚是说，如果我们要直通主动到这里的话，是有被暗示不要了，被其他人领着走会更好。好。那就是这样，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心近不近啊？现在就是还可以哦，也不错，不上不下，暂时算安全，也蛮好的，比预期中好。但是如果你要但这整个牌就是比较多一些建议是看，如果你要再更进化、更进展，有再进阶的话，可能就有一些事情要再注意。好，如果刚没听楚，你可以再重听一次。好，我们来看一下2个人的能量检测哈。就是能量检测跟这个不太一样，因为它检测它可以看出来你们2个人直接的2个人的能量的流动，里面我才可以看到很多的暗示在哪里出现哈。好，我看一下，这个我来翻这个好了。好，不行，我想翻这个。好，其实有的时候第2个看2个人的能量检测会看得更清楚哦。其实有些东西我看得更清楚，我会看得更清楚，因为前面那个趋势哈，其实看趋势的时候，他抓的细节跟讯号是非常太广了。但是如果看2个能量的话，他给的那个趋势跟讯号都是专注于就只有你们2个人本质上的哈，外在的影响的东西讯号就会比较少。好，先不要被这个吓到，这没什么啦，它就只是一个内心有一些征兆或东西。但是这个我每次都会讲说，它英文就是 temporary， 就是很短很短，它不是长久的哈。长久的还有别的，长久就是说，如果心中内在的伤痕会很久，它会有别的牌搭配别的牌，不是搭配这个牌，我就会看到。但如果单独出现这个牌的话，我就觉得短暂的小伤口什么，它不是其他，我不知道，我每个人解释不同，我的解释就是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很可怕的东西。那如果现在是2个人能量中，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好的一面，就是你们2个在内在有可以互相疗愈的能力。我发现如果你们2个在内心世界有能够互相治愈、互相疗愈、互相达到平衡的能力，你们2个是彼此这个方面的治疗者，但你们2个好像没有发现因为他如果是从这个方向出现，而不是他从这里方向出现，或是在更近的距离出现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彼此有发现。可是因为一开始就出现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可能没有发现，也没有好好的应用哦。中间扩散内在产生，你这边的能量好强哦，比我想象中的强大。你内心世界，的一个澎湃度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所以也许刚刚前面那一副来叫你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吧，因为其实你有很多的想法，你也蛮想做的，你有很多的 idea， 你也可以去做。可是因为这里又出现了，对方其实是一个
我必须说，他其实有一点点敏感，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他比较木讷，他做事情比较稳重。可他其实内心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敏感，但没有被触发到会有大反应的人。哦，但是你这边有比较多的想法，你有很多内心的平衡要处理，然后你又很喜欢挖掘自己的个人价值，你跟他其实不是那么相像的人，所以才会感觉上第一副牌比较像是你要去追逐他。你知道你们的追逐比较像是说，你们是两艘船可是你的船是被他的船拉着的，那他是，但是你没有任何可以加速的方法，你就只能被他的船拉着走，所以你想要再靠近他，一切都决定权都在他身上。你们现在的关系对我来讲是这个感觉，所以所有的你这边处于在一个很大的被动里，所以你在背后就会有很多的呐喊，很多的思维用吼的让他知道，但是有点小小的距离遥远，又站在不一样的平地上面所以当你们的关系，所以我才说你们的关系要接近的时候，必须要比较像顺着他所制造的一个趋势真的走，你才会在他的船踩刹车的时候停的时候，你的小船才会慢慢的飘到跟他的船平行的位置，然后他会更加看得到你，心才会更近。这是我脑海形容的那一个你们感情上感觉上的一个趋势的样子啦。所以你内心确实是会有很多的想要处理、想要改变现状的一个想法然后你其实觉得自己也蛮光亮的，也很有价值，可以希望他能够再多注意你。我看一下，我来帮你问，他是不是有注意到你啦？他很忙他其实心里很多事情的，他没有办法处理太多内在浮动的事情他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他对你其实有一种还放在这边很安心的感觉就可以了他没有特别，他觉得这样的关系还不错，很稳固。然后他把专注力放在其他，因为其实他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说，他如果把专注力放在其他的地方，然后他需要然后你放在一个安心位置，表示他觉得你们的关系现在是很好的，没有什么需要动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也是一个不错阶段。然后这是他想过的这不是他随便感觉，这是他想过，他不是用感觉来决定这个事情的。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概念跟你不太一样，像我们刚翻牌的概念比较像是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才会让新的关系跟新的距离才会拉近。可是他的概念比较像是说，没有啊，现在关系稳定之后，自然而然的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而且他更紧密、更进阶。而且他做事情的方法是，他觉得一些顺其自然，我只要我们好好的维持现在这个关系，然后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或者什么的，自然而然慢慢的很多东西就会从新的地方发芽，关系就会更紧密比较不，他的概念比较不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船，他拉着你这样。可是我们这边的概念比较像这个，你比较被动被拉着，可是也没有那么卑微啦那只是一个动能的一个举例一个比喻。因为我翻出来对他来讲，他觉得没有，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了。这个新的距离，这关系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很完美的状态。对他来讲是一个安稳的、有未来的、稳定的、有前瞻性的，能够在很多事情上面再慢慢发芽的，没有什么不好。对啊，他一直开始有一些，对啊，他觉得其实现在这样的关系已经很好了耶。反倒是第一副牌，我们一直在急着要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进阶，可是其实真的也没有。记得我们刚前面第一个牌翻的时候，是一直跟你说，你可以不用做任何事情，顺着这个趋势，跟着他带着你走就好了。所以这里翻出来的确实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他都觉得这样子就很好的跟着我走，我们的关系或什么就会慢慢的发芽，会走得很好。其实他现在心里也觉得这个关系也是很丰沛的，收获很多啊，没什么不好的为什么要去苛求更好或什么？其实这边有他其实还蛮满足现在是现状的关系，那表示你们的心其实是蛮近的，关系其实也蛮近的，达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他其实是会回头对你做其他你意想不到的付出，然后你有问题、你有困难，其实你可以跟他要求或什么，他其实很愿意帮助你他
这里的感觉是，他的概念是他其实没有觉得你在追逐他，他也没有追逐，他也没有要让你去追逐他，他反而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可以让你依靠的信赖的人。不管是什么关系，如果你有对他需要的要求，他是也可以帮助你，他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在你的人生里，在你的生活里也是一个很重要、很能够依靠，也有很多资源能够帮助你的人。他是一个内在很丰沛、有能力也不错，而且他还在更努力让这些东西更好。然后，对，其实他想的是这个，他比较不太想什么心啊、静不静啊这些的，再一张就可以了。对，就我刚刚讲，他其实不想这些，他比较单纯，他很单纯。这些事情他想关系，两个人关系，两个人内在心智，他想的比较单纯，他甚至不会往那里去想，他比较想物质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情况好啊，看得到我们生活也不错啊，然后真的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去进阶什么的，现在已经是我能发挥到的很大值了，当然也有进步的空间，那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了。好，这是两个关系。来，我们来看其他塔罗牌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你再去过滤一下，或是分辨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在你套用在你的关系上是什么意义？其他塔罗牌的话，我用这两副牌好了。我用过去塔罗牌跟现在塔罗牌看。就这3张。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牌。好，这3。我看一下，还有重复出现了。方向这个讯号是，这里有一个暗示是说，如果你心里有一些困难跟想法或这个，你要去找他讲，他是可以帮助你的人他很怕说你反而不讲，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想帮助你，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里有几张在暗示我说心灵被蒙蔽了，主动无效化，就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对方当然没办法接受到他这种帮助你，所以你在那边等着别人要亲近你，其实别人并没有接收到你需要亲近的一个讯号，很多事情你要表达出来这个就是然后如果他也是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如果有事情也可以告诉他，心里有个东西你也可以分担其实要达到这个平衡，你也需要你也可以跟他讲，其实你也可以帮助他了解的，因为对方的那个水能量其实比较相较起来比你少很多，表示他心里有一些困窘跟什么的，他也没有习惯性说出来，所以你去问问他，做一个新的尝试的对谈或是沟通，好像也不错达到一个新的开创交流，因为第一副牌一直让我有一个错觉，好像是你在追他，在追逐他，然后想要把关系拉近。可是到第2副开始看能量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两个关系心也是在蛮紧密的，只是少了很多，少了告诉对方，其实彼此可以互相需要你可以需要他更多，比你想象中的更多。然后到这里再翻牌的话，然后又达到另外一个角度是，其实你应该在更多的告诉他你的需要，也让他知道说，如果他需要你做什么的话，你也可以做到这个互动的情况在这里有出现，看看的确都是一样。讲到这里的时候，整个意识的方向的走，都是已经走到说，我们已经把问题都讲到了，所以有一些关系的进阶啊、生活调节的暗示就出来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找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里节制牌就所以说你们可以好好的达到一个平衡了。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点了，给到一个平衡了，然后关系是可以进阶的，已经不会像一开始我们看到说两个关系是一个僵持的绳子，不进不上不下，现在已经是可以进阶了，有一个新的通道已经打开了，新的位置、新的门、反正就新的门已经打开了，在这个阶段里，然后有别的喜悦已经在等待，也在来了哈，然后你们作为彼此调节的两个人，你们能够协助彼此更多到你意想不到的阶段哈，然后新的距离是有能够快速提升的一个情况有出现。这里的加速，这里的最后一副牌翻出来的加速时间感比较快了，就是因为我是翻 F2牌，时间感比较快了哈。而且都开始有一些收获啊、丰盛啊、获得的一个预告的讯号有出来。好，然后搭配上面的话，确实是在讲说，的确啦，你们两个他好像缺少了回头看你一下，然后你少了告诉他你很需要他的这种沟通哈。这个需求感两个人是匮乏的，可是当这个东西被告知了、被说出来了，两个关系就会有很好的拉近了耶。而且当我们把这个点提出来，在这个意识里之后，整个后面的达到平衡啊，达到新境界啊，穿越新境界啊，开始领一些收获啊，开始领一些小收获、小奇迹、小礼物的牌都开始出现了哈。OK，反正整个趋势就是这个走向哈。好，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那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刚刚3副牌对牌面的象征的诠释，然后也能够帮你找到一些方向感，跟给你提供比较多的选择。好，然后有些难题，我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智慧跟小小的方针，能够帮你找到更多的方法去面对了。OK， 那如果你喜欢的，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现在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记得左边有每个段落的文字说明哈。如果你想听其中一段，你可以去按时间戳记去过去，或是想重听的时候也有时间戳记可以提醒哦。来，我们现在就来看3号牌，现在抽2张，来洗一下。来，这个给他好了。好，这个我连中间先等一下。好，心近不近哦？我觉得蛮近的啦，而且你是他的救护车、消防队，因为这个火能让火要冲过去，他好像需要你靠他近一点去救他，去支持他哈。但我这只是一开始的猜测，我必须都翻起来。我觉得我直接翻起来好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能量，我想看清楚。等一下，这里这个位置的话，这样，很好。这个牌的选择量很多，多到我蛮放心的哈。就是它有一个我觉得我脑袋出现了一个运河，然后再运一个很大艘的船，或者再招到一个急救艇或什么的，要往它去救它哈。那它其实也不是表面的受伤，它是内心有一些伤口，不是现在的伤口，是旧的伤口，小小的，然后很快就过去的一些伤口，是你们两个拉近关系的一个契机，你知道吗？并不是说他现在有多受伤害，他现在说没有，现在突然发现说他心里有一些伤口，你可以去把它治愈，你可以治疗它，也只有你能够去谈，然后这是你们两个新拉近关系的一个契机。然后你这边的能量对我来讲是比较健康、比较澎湃的，有很多的可能性哈，有很多的张力。然后内在也是丰富的，对事物的理解、接受度，跟社会社群的接受度跟开放度也是比较高的哈。我喜欢它这边有火能量、土能量啊，然后风能量在这边混在一起，从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温度在你这里，然后进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这里跟它的能量开始接近的时候，我开始发现说，你
会有一些不适应，然后会有一些难题会出现。可是因为愚人牌在这里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的新生，跟你的勇气跟各方面，就是这里不会阻碍你去靠近它，没有，因为你这边能量很强，这里的光亮的能量，这边能量在这里就已经压过这里，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些小问题。好，所以我才会说，其实你是可以治愈他一些心里的一些小伤口或什么的，你就是适合去治愈他的人。无论是什么角色，你们这里没有设定任何角色哈，朋友什么关系我没有设定，但是他是有这个能量去的话，如果你很重视他，他有一些隐藏性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没有拿出来，你可以去挖掘，然后发现哈。那我可以再翻更多，来，我们来直接挖掘他内在的思维痛苦或什么那些问题是什么？的确有诶，他其实有一些，他有一些他在面对的事情，或者他以前面对的事情，然后好像还没有在心里过去，他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答案好像在你身上诶，因为能量是往这里走的。然后当你这个直线过来的时候，那你过来的时候，他可以在你身上找到答案，然后你能够帮他重新理解到那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然后但是他必须重新要在心里再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概念，但他需要，当然这个能量是需要靠你的，但你们两个在这个沟通之后，关系会变得很好，然后更加的关系其实变得更加的紧密，然后他也更能够发现你才是那个让他觉得最快乐的人，很快乐的，没有到最快乐，但其实有最快乐，很快乐到最快乐中间啦，我不想讲到最快乐。他对你的信赖度各方面也都出现了，因为我很开心愚人牌在这个位置出现哈，因为它带来的是一种很高的拥有着很好的智慧去冒险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位置，在这个方式，然后从这里去牵引着他，发现你就是他能够帮助他的人，能够带给他智慧，能够治疗他心里的那一个人。也不是说他是一个比较比你弱的人，或是只是因为他在这个题目上面来说，他确实需要你的帮忙或什么哈。然后，但是你要小心哈，他的话你也要听，你不能一昧的用你的方法去帮助他，没有用。他的话你也要听，然后你也不要太指责他，哦，他的回应或回馈可能不如你预期，但是你要有点耐心哈。但是他讲的话你也要听，你也不要一直都只是靠用你的话去跟他讲，没有用哦，然后他只会更听不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些暗示牌，然后你们的关系在从这一刻开始会慢慢的建筑到更为接近、更为亲近，有这个讯息出现哈。请你好好带着你这些不错的能量啊，过去哈，再帮你挖掘一下你。就是没觉得是，下面的能量水呢，隐晦呢，你要你其实有一些你不自知的能力啊，你不知道，你有很好的治愈别人能力，在心灵上的，哦。你说出来的话，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有智慧，更能够帮助别人。有哦，那你不这边有一个你不自知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你只要更加的诚实，面对你自己内在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用一些方法哈去表达。其实你不只能帮助他，能帮助到的人还蛮多的。然后到88是减8。等等哈，我看一下这张牌的位置，因为突然被某些想法干扰了，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应该是要给我什么讯号。哦，我想起来了，因为它这个上面的这个能量都比较像是理智的哈，有关的理解跟自己的欲求来说，然后可是上面一直在提醒我说，你如果要去帮助他，再接近他，你可能自己的某些东西要先放下，要先把它说比较小啦哈，力道没那么强哈。如果你太过于使用自己的想法，或是用你原本的偏见，或是原本的概念，或是你原本的经验去帮助他，或是跟他聊天，会造成反效果。反而是下面的能量比较好，你应该更相信自己的一些感受上的直觉哈。
比较温暖的、比较温柔的、比较柔性的不要用太多的理智面去解决这件事。这件事情已经太过僵硬了，我们要用软的东西更多的水、更多柔软的风、更像下雨的东西，滋润它这一个已经荒芜的土壤我们不能硬生生的对还没有把这个地整好，或是没有给予爱、给予滋润，突然没有让它松土或是什么的，然后就硬是要把一些我们觉得的好的种子往它那边撒，希望能够长出好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有一些比较柔情的、关心的，比较有智慧的谈话，比较开放心胸的，比较 open mind 的接受他的方式，才能够跟他的关系拉近，能够帮助他，能够治疗到他。而且这一件事情你本来就会。但是你好像有点忘记了，因为他躲在一个很隐晦的下面，他躲在一个很深、很隐晦的地方，被躲在下面的。你要让他探头出来，浮出水面的去。把你这一个部分，你好好想一想，其实你会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觉得跟你聊天或者讲话的时候都觉得很疗愈、很有帮助？对，那就是你的智慧跟你的能力，你没有发现，而且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平淡无奇的事情，你没有善用。而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善用对它然后这关系让你们的关系会变得很紧密，然后心就一定是拉近的。这里还是这个牌其实解释了非常多的东西了。这种风能量出现的这么多，没有了。这个牌只是在告诉我说，你没有什么照进的方法，没有捷径，没有什么加速的方法，你就是要慢慢的对他不要急，要等待，要倾听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看完了，我就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能量的检测好了，这样我能看到更多的东西。能量的检测的时候，两个人能量的检测，我确实能够发现比较多事。因为这个第一个就是先看一个大致上两个人的趋势发展，跟挖掘一些环境上啊、生活上啊，反正就挖掘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点的讯号。然后第二个看你们两个人的能量检测的时候，我可以更针对两个人来去找到答案啦。看一下，我发现我的牌了没？这个好了。然后两个人，好，一会儿再想那个方。但我帮你多挖掘一下他，我觉得刚刚第一部分你已经挖掘蛮多，多挖掘他一下他。好，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内在蛮活泼、蛮澎湃、蛮有算是蛮有想法，而且是个乐观的人但他现在突然，但在那一刻，其实我们刚刚在第一个牌，其实是我不小心挖出了他其实心里有一些需要被治疗的地方，但是他外在其实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从这个来看他的话，他其实外在看不出来，他把它藏得很深了，他把它藏在很里面了，而且他不是随时都会想到那个伤口，他是偶然想到的时候，他会把它回避掉，但是其实那是他心里蛮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如果你能够挖掘出来，能够帮助他。其实他这里有发现一个讯号是，其实是只有你能够跟他聊这个事情，跟他比较能够触动他心里那一块的啦。可能你们是灵魂家族里面，你是最接近他的那一片叶子吧。再来看看更多的确，他确实有度过蛮多他有一些挣扎过，但是已经过了。然后过了之后呢，他挖掘自己内在的，他对自己的内在有很多的怀疑过。那怀疑过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方向。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他已经进阶，他已经找到了。只是在怀疑的那个阶段，有很多的伤害，自我伤害、别人伤害，反正他就是遇到一个事情，让自己有一些伤害跟内在的伤口。然后他是度过，但那个伤口他并没有他把它回避了，他不是把它治疗了。但是还是可以治疗，但是可能要靠你来这里看你的部分，好来看你。
你就是整个他能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沃土了，一个很好的土壤了，就跟上面讲的是一样的。你要变成它的土壤，让它可以发芽更好的一个土壤，这才是重点。哦，你让它站得稳，站得舒服哦，享受那些滋润，它才能够好好发芽。然后你要更 pure 的去思考他这个人哈，不要太过用你的前面其实真的都讲过了，不要太用你的经验跟偏见去思考他这个人，不适合哦。你要用全新的角度跟什么来认识他这个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好。虽然我们刚刚前面的概念是说他需要你去治愈，但我们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要去治疗他什么没有。他这边有很多的概念是，当你成为他很好的旁边的那个人。然后你用你的智慧，或是你比较柔情的那面、比较温暖的那面、比较有弹性的那面跟他相处，你就会慢慢的，你们的心就会慢慢的相近，然后你会慢慢的不自觉的治疗了他心里的那些我们都不自知、没有办法挖掘的伤口。如果他要告诉你，再告诉你，我们不要去问，也不要去挖掘，这里没有要，那没有那个那么主动去挖掘，因为他把它藏在很里面，然后他也没有想要再面对，因为他。我发现这里面的讯号是，他就是直接用回避的，哦，对他来讲，他把它视为一个很小的伤害，然后他没有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东西要拿来治疗，哦，但是如果你能够发现，你会，我觉得那个契合度会提升，哈，来，好，有没有？这个牌这里出现的反而我觉得看到一些别的能量，因为你的牌很多都是很顺，然后都发现你是一个很好、很笃定的人，突然出现一个 indecisive 的牌出难以选择的牌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你自己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胆怯啦，但是不构成阻碍你去做任何事情。你自己也有一些顾虑。但是真的完全不阻碍你做任何事情哈，因为你的经验或各方面的丰富度已经压过这些了，只是也没有，这只是这提醒我，让我发现其实你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勇敢哦，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够勇敢，就你没有我想象中的勇敢，但是你还是足够勇敢，懂吗？然后再看还有什么，好，我再来直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直接看你两个的关系连接哈。然后用另外一副牌看。好，两个关系的连接。这牌今天出现的有点多诶，但是这个牌并没有让我觉得它是什么大困难，它就一直让我觉得要翻篇了，要翻篇了，下一阶，下一阶，我们已经被火烧到很多枷锁都被烧掉了，然后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哦，那这是我最喜欢看的土星、木星，那都跑出来了。你们俩的关系其实已经要进入一个很好的新的阶段了，哦，就差我们刚前面那一步，因为两个其实已经到了两个关系要拉近距离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也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边缘了，所以你才会有意识到你要来看这个题目哦，这一题目才会让你吸引到看到这么后面哦，因为这么后面我们才看到了答案。这里还是在提醒我，你要很温暖、很温柔，哈，不像水一样。因为前面皇后牌出来了，这里又出现钱币皇后，哈，再扎实，你要成为那一个沃土、那个肥沃的土壤的意念很强，哈。然后这也还好啦，那些伤口都处理完了，没有最困难的时机点。对啊，两张告诉我说，整个契机点、划分点、未来的光明都出现在眼前了。然后你就是那一个带来光明的人，然后带来，这里出现这个有趣了，我发现一个新的想法了。他其实他的内在是一个非常内在秩序非常好的人，
这里才开始告诉我，其实你主动去问问他内在的一些阴暗面、缺陷或什么，有什么可以告诉你、可以分享的一些谈心，他其实可以谈心你可以跟他谈心底的东西。他是一个很可以谈心的人，不能说乐于谈心，他可以谈心，他是一个有足够成熟度可以去谈内心世界的人哈。所以刚前面说我很怕说你做了太多主动的事情会捣乱了这整个趋势，但现在看起来是可以，你可以顺着趋势走下去之后，再慢慢的去问问他内心世界的事情。他虽然已经是回避了，没有去制约，但是他可以谈因为他也许会难受，但他其实有很好的整理的能力。他是一个内在平衡非常好的人。我原本的担忧在这里就有点没有需要那么担忧，因为他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稳定。这牌突然掉出来，我需要解释吗？我这里告诉你说，你需要用一些小技巧去跟他聊啦，不要横冲直撞的，慢慢聊，小小聊，比较。刚我前面就讲过了，要有点要有点智慧哈。然后再多看看，就出现这样。可以了。每次牌面就是这样，一开始很多问题、很多难题在底下，我们都没有翻出来，所以会很多紧张的状态，会很多疑问，会很多很险的牌。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的意志跟意识开始解决很多问题，想到很多方针之后，后面开始就有一些祝福的牌就出现，一些好收获的牌就会慢慢出现了。这个逻辑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后来就告诉我说，其实你们两个关系还不错，两个的感情连结度还不错哈。你可以多主动一点，带着水能量、温水的能量，慢慢的去接近它，为什么常常说温水呢？因为有水能量，有火能量，然后又是一个好牌，又是一个平静的，所以我都会说用温水的能量过去，但是如果它不是，我会把它是一个太热烈的风或什么，我会把它讲成别的那现在就是一个温水的能量去接近它，它是一个很愿意接纳你的帮忙的人然后他内在心境没有我想象中的混乱，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觉得他心事上是很混乱，我本来就觉得算是很平静、很成熟的。但是后来我看到的情况是比我想象中的更成熟，更能够接纳更多的语言跟言语，或是更多相异的东西。因为我终于看到，就是你们这个阶段过了之后，你们展开的那个新，我以为说这个展开的新的世界是属于他内在新的，没有，他这里看到是说你们两个人可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可以进阶到一个新的世界，两个的关系跟样貌、跟想法、跟世界、跟对于关系的价值观各方面都会有所全新的提升，跟一个新的视野在这里。所以现在这个关系的突破是一个必然的。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难怪这里给的你的主动一直在告诉你说，你的主动性或者是主动力要再比你想象中再更高，而且你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有这个本事，你也忽视了这个本事所以他有点就是说，你尽量去做尽量的去接近他，尽量去拉近关系，其实可以耶，已经有点突破了我，已经有点推翻了我一开始说不要顺着他的风去因为我一开始觉得他这里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位置，我很怕说。因为我一开始就有感受到你的能量很强，我怕你做的东西会有点过头过激，会影响了这整个敏感的状态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后来他是个接受度很大，内心世界是蛮宽广的，所以你去尽量去做，其实他是能够接受，他也能够看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拉近关系的契机跟方法翻到最后才比较有明朗的解释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翻其他塔罗牌给的讯息其他塔罗牌，来看不一定要看塔罗牌吧，来看波西牌，因为牌面都还不错，来看看有没有比较难的东西，比较难解读的东西我能够解读得到。好。
好，再5张好了，因为主线的解读需要更多一点。哦，看一下。就是解读一下。没有关系或什么哈。他这我看到是，过多的猜测哈。我觉得，因为他只能告诉你说你其实够聪明的，你的想法够多，感受够多，你观察力够好。可是过多的猜测对你们的关系是没有，过多的猜测对于治疗他或是发掘他内心的问题是没有用的。这里有一个比较需要的是说，你可能要单刀直入的问哈，因为那个复杂度是有，但是你的猜测会让整个情况跟想法跟你的自我思绪会更混乱。倒是诚恳的直接的去问，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哈。好少，我觉得少了一个，因为他觉得这里有在告诉说一个勇气哈，其中的这个勇气不足，你可能需要再提升一下哈。因为有时候过多的猜测只是想要补足你内心缺乏的勇气，因为你以为你猜到了，你会这样想，然后内心去补足一些你还没有整理好的东西哦。其实那是因为你缺乏勇气。其实你只要多一点勇气，直接去问清楚，去接纳那一个回应不是你预期的。那个勇气多了之后，其实很多事情会变得比较简单，然后减少一些猜测，做一些推论，因为你够聪明。第一次出现需要朋友帮忙的牌，但是从前面到后来我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很需要朋友帮忙的牌，因为我一直看到你其实拥有足够的智慧跟理解。但是这里的时候还是有出现到，如果你还是有一些内在思维觉得想不透的时候，是有旁边是有一两个人是能够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然后我们的还是又看到了一些，他其实内在的那个内心深处的那一个小小的伤口，那个小小的秘密，其实被藏的真的很深很深哦。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很建议说你一定要去挖掘。我觉得他会在一个很需要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然后你就会顺势的自然而然就会给予很好的灵感跟智慧去治疗它。好，就是没有办法很刻意的去挖掘出来那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目前这个是这样。我再来看另外，再看看第二组。看这个第二讯号是什么？因为还有时间哈，我再多刷看看。哇，牌都给的很重。人物牌出的很多哦，这个是好。看到的是，其实你
你可以先确定你在他身边你是什么样子的角色。我发现这个他好像在告诉你说，你还没有很确定，好像缺少了这一件事情，你没有确定你在他旁边的角色是什么。像我刚说，治疗者是一个，或是一个玩伴是一个，或是一个精神支柱是一个，这种类似的角色，或是一个家人也是一个，或是一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这种角色。他这里有在告诉你说，你这里有很多角色可以让你拉近跟他的关系距离各种角色都很适合。当然也是说，不要一成不变的一个关系角色，有点希望说有一种角色扮演，有点他这里有一种嬉闹的感觉。就是你跟他相处可以多一点嬉闹的感觉，有点角色扮演，每次变化不同的样貌，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比较活络，比较活泼，好像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建议。好像可以增加你们的亲密度，也可以让关系比较柔软化不会那么僵硬，不会比较一致性然后对方好像也很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嘛，所以这样子的有趣，有一种关系上面的新的趣味的创意，好像能够增进两个人彼此新的距离关系的紧密度也很多，而且对方好像也好像也能够配合这样子的事情这个最后一副判出来的这个新的建议还蛮意料之外的，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差不多。我再看这里还有什么，这里也是这个其实也是跟前面的，就是锋刃的沃土也是它又出现在提醒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你会成为他一个很好的土壤。然后你们彼此的感官的接触，感官接触也会更加的提升。彼此在一起的话语对人的提升，然后如果两个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的话，你们两个能够一起实践的事情，能够达到的目标，你们会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梦想、共同的兴趣你会找到，然后两个人也会变成很好的伙伴去实践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想要去的旅行的地方啊，想要买的东西啊，想要一起什么，反正就是会有类似的目标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对于心灵的部分，突然就变得比较契合，比较有兴趣。你们好像突然能够聊比较深层的东西，两个才是彼此比较能够聊到深层东西的人。就是你们的语言你们的爱情语言，你们的关系语言，你们的，反正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语言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们能够聊到更深的东西。这里是有但是这个都还是要在后段，就是你们关系在更紧密的，然后就是在第一副牌的这个之后不是在前面在这个之后就这里的进阶之后才会有的一个发展好，差不多是这样。那这就选到3号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前面各个牌面上象征的诠释，然后能够提供你更多的选择，然后还有能够在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智慧跟一些方针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那希望你能够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谢谢你。